4男4女被困在一所神秘大楼，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每个人得到的奖金就越多，所以8个人每天靠取悦导演来争取时间。有人表演唱歌，争取了10个小时的时间；也有人表演武术，争取了17个小时的时间；还有人表演吹箫，争取了20个小时的时间。而这个女人什么也不会，她只好提出回房间表演昆自觉。장기자랑이잘하는걸자랑하는시간아니에요나진짜잘하는데眼镜男直接拒绝了他，因为即使和女人回到房间，那也是在监控摄像头下现场直播。女人见眼镜男拒绝，他只好寻找其他目标。这个男孩以为要选中他，刚想站起来和女人走，却没想到他径直走向了一个中年大叔，而他也大方地同意了女人的请求。저래도되는거예요?냅둬,저게 장기라고。两人回到房间后，不知道表演了什么节目，最终获得了69个小时之多。老司机应该知道这个69的数字蕴藏什么含义，不过这也惊呆了大厅里的众人，因为所有人加一起都没他一个人争取的时间多。到了晚上，女人竟悄悄来到了男孩房间，他不知道女人想干什么，于是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起初，男孩拿着3号牌来到了这所神秘大楼。他进来就看见一个24小时倒计时，也就是时间一到，游戏就结束了。随后，男孩向上面望去，这里一共有8层楼，分别对着8个房间。他看着自己手里的3号牌，于是他直接走向了第3层楼，然后将号码牌插进肛门，果然印证了他的猜想。来到房间后，他先巡视了一圈内部结构，看着眼前的玻璃窗户，实际却是一块屏幕。再抬头望去，满屋子都是摄像头。就在这时，一个规则说明书和一套衣服突然出现在男孩眼前，随即他根据上面的规则换上了带有3号的衣服。 而他刚换好衣服，墙上的数字就变成了3万，也就是他拥有了3万韩元。没过多久，3万韩元又变成了6万韩元。又过了1分钟后，6万韩元果然变成了9万韩元。男孩这时明白了，他在这里待上1分钟就有3万韩元入账。男孩激动坏了，每分钟自己得到3万韩元，那么24小时后就可以得到4000多万。正在想着出去怎么花这些钱，男孩这时突然有些尿急，于是他转身就想走出去上厕所。然而规则上写着，午夜至早上8点必须待在自己房间，违反规定就要扣除1半奖金。男孩只好又回到了房间，他随即打电话问客服人员，可电话那头连声音都没有。他只好翻起说明书看一下规则，这回他明白了，需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要，只不过这里的东西价格是外面的100倍。于是男孩要了最便宜的报纸，当做被褥用来睡觉。到了第2天早上，男孩醒来后就望向墙上的数字，他现在竟有了1400多万，正在为自己成千万富翁高兴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声音。男孩走到外面一看，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穿着统一制服，唯独8楼的这个女人，里面竟穿着男人不爱看的那种衣服。回头望去，上面还坐着一个像男人的女人。 7人互相介绍着自己所住的楼层，他们是2楼到7楼的住户。就在这时，1楼的住户也走了出来，只不过他的腿脚不是很好。为了省事，他们以楼层号码牌作为名字。这时他们发现昨天的时间没有少，反而增加到了35小时之多，也就是他们在这里可以挣更多的钱了。7楼此时发现房间外也能买东西，众人发出疑惑，外面会不会比自己房间的东西还贵？而6楼是个人狠话不多的人，他直接走过去要了一盒红塔山和一个打火机。这时肛门缓缓打开，烟和火机果然买到了。 但万万没想到，外面买东西不需要花钱，而是用他们的时间来买。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8人在一起商量过后，决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就好。于是他们买了8个塑料桶、8卷卫生纸和4包卫生巾。上厕所的问题解决了，可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这时8楼说自己在房间里已经吃完了，众人懵逼的脸上一脸懵逼。而8楼接着又表示，房间里有12个盒饭和12瓶水。3楼说12份明显是他们所有人的。 아니에요? 당연히 아니죠. 이게 상식적으로 한 사람한테 12개가 갔다는 거는 8楼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他还脱下自己的外套，表示自己一天只吃1顿饭，剩下的都可以给他们。7楼想去他的房间看看，没想到他竟然爽快的同意了。但来到8楼的房间后，众人都傻眼了。这里不仅比他们的房间大很多，并且好东西应有尽有。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8楼的数字竟一次疯涨几十万。这时1楼则表示，他1分钟只有1万韩元。众人这才明白，他们得到的钱是根据楼层来的，也就是8楼每天能拿到5亿韩元，而1楼只能拿到24万韩元。虽然他们都觉得不公平，可根据规则也是没有办法。到了晚饭时间，8楼把晚饭传到了1楼，众人都去1楼分饭，只有8楼的女人因为减肥没去吃。等吃完饭后，众人傻眼了，原本的30多个小时，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而失去的时间都被8楼拿去买衣服。2楼气得想上去揍他，可8楼则表示，这个时间他们是可以延长的。 어떻게 늘립니까? 아무도 몰라요 진짜? 眼看时间就要结束，8楼这时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只要不停地爬楼梯，时间就会一直往上增加。众人来不及多想，也不管8楼说的是真是假，所有人都开始疯狂地爬楼梯，就连1楼的瘸子也在卖力地攀爬。时间越来越少，众人也越来越卖力，直到倒计时结束，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他们都紧张地望向了计时器。
就这样，众人都兴奋极了，他们也不责怪8楼的乱买东西，因为时间是可以增加的。自此以后，8人每天早上起来就去爬楼梯，这样他们的时间就不会减少。时间就是金钱，8人的积蓄也越攒越多。可爬了几天后，他们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爬上爬下，食物明显不够吃。这时6楼提出要分组爬行，于是他们分成4人一组，在一组爬楼梯时，另一组就可以休息。当然，多出的食物要分给爬楼梯的一组。不过在爬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楼的瘸子已经爬不动了。虽然2楼帮助过他，3楼也帮助过他，但这也让2人经常吃不饱。1楼出力最少，所以遭到了众人的嫌弃。于是他主动提出将8个楼层的垃圾统一都运到自己的1楼。这种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每个人一天都会产生不少垃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爬楼梯后，4楼突然因为运动量过大犯了癫痫症。2楼想要去买治癫痫的药物，却被6楼拦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东西太贵，他不想因为买药而花掉众人的时间。结果2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众人见状也都纷纷来帮忙。好在想买药救人的占多数，3楼找准时机，利用电话及时买了治癫痫的药。 다들 저거 안 보여요? 저거 안 보이냐고요? 10시간. 이거 너무 재밌어 진짜. 这里7楼是最聪明的，他很快猜到了游戏规则，并不是单独爬楼梯能够增加时间，而是取悦监控后的导演才行。3楼这个大聪明顿时想到了主意，他对着摄像头当起了吃播，希望能够引起导演的兴趣。奈何吃播这种无聊的行为，并不能让背后的导演高兴，时间也没能增加1分钟。就在这时，这里最聪明的7楼找到了他。7楼对3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그러면서도 우리가 자의적으로 그들의 즐거움과 흥미를 유발하게 만들고 있어요. 그러면 그 보상에 취한 우리는 그 돈에 목이 말라서 그들이 진짜 원하는 걸 결국 주게 될 겁니다. 그들이 진짜 원하는 진짜 재미죠. 다시 모이게 되면 아마 여러 가지 제안들이 나올 거예요. 7楼想到其他人一定会提出用暴力来取悦导演增加时间，那这时就要3楼说出反对意见，并提出每个人表演才艺的计划。然后7楼第一个站出来表演，他直接利用时间买了一把竖笛，接着他一个鼻孔塞入了卫生纸，另一个鼻孔被塞入了竖笛，然后。 7楼才艺表演结束，众人都纷纷起立鼓掌。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才艺，而他的表演也没有让人失望，时间直接增加了20个小时。接下来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小才艺。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需要多少时间，也就是想要挣多少钱才甘心离开。众人陷入了沉思，因为每个人的贪婪程度都不一样，而且他们每分钟挣的钱数也不一样。最终这个问题甩给了1楼，因为他每分钟才挣1万韩元。 얼마면 나가도 아쉽지 않을 것 같아. 편하게 말씀하시죠. 딱 10억이 필요합니다. 众人都笑了，以他现在的增长速度，要想挣够10亿韩元之多，那得需要在这里待2个多月。不过到了最后，贪婪的人们也都纷纷同意了。于是，在设定2个月的目标后，众人都开始准备表演才艺。6楼买了10块瓦片，他最擅长的就是暴力，而一直不服他的2楼也走了过来。 나도 기아장 10장 받고 홍판 4장 더. 为了赚够10亿韩元，他们要轮流上场表演才艺。首先出场的是6楼的暴力男，他准备了10块瓦片。 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6楼最终获得了15个小时的时间。2楼女人发现有一块瓦片没有碎，当即露出了鄙夷的目光。紧接着，她干净利落地踢碎了2块木板，然后又将10块瓦片直接敲碎。最终，2楼获得了17个小时的时间。不过，3楼帮着收拾碎瓦片时，竟发现他的手已经肿得老高。 좀 깬 거야. 지금 괜찮아져. 接下来是5楼的才艺表演，他的才艺是唱歌。 最终凭借5楼的精彩演唱，他获得了10个小时的时间。4楼美女看唱歌居然能拿这么好的成绩，于是他也学5楼唱了一首。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流向了万紫千红一片海。显然4楼的嗓音没有5楼好，这要参加好声音联盲选都进不去。接下来轮到最能嘚瑟的8楼，只见他脱下外套就向监控一顿撒娇。 这可把其他人恶心坏了，真是没活硬整啊！最终也不出众人所料，8楼只获得了5分钟的时间。他的时间显然不能够说服众人，可8楼什么才艺都不会，于是他提出和7楼回房间表演。显然8楼就是个妥妥的花瓶，他今年已经43岁，看着皮肤白嫩细腻，是因为经常吃维英丽美素才会保持这样的美丽容颜，所以他除了漂亮一无是处，只能提出和别人表演昆自觉。7楼直接拒绝了他，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见7楼不喜欢女色，8楼只好寻找其他目标。 3楼男孩见他来到了自己这儿，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但他还是要装一下。感觉时机成熟后，他刚想站起身和8楼走，但万万没想到，8楼竟然走向了6楼的中年大叔，而6楼一点也没含糊，他直接就和8楼回了房间。2人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经过短暂的3分钟后，8楼竟获得了69个小时之多，这让外面的7人瞬间傻眼了，因为他们加一起的总和
都没有8楼一个人多。此时只剩下3楼和1楼没有上台表演，可这对于3楼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他从小就是一个透明人，长辈面前都没有表演过任何节目，当这么多人表演，这比杀了自己还难受。好在1楼是个残疾人，他还安慰3楼大胆表演，于是他鼓起勇气，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给大家表演才艺。不过这段蹩脚的街舞和当众拉屎也没什么区别，把其他人看得目瞪口呆，最终也不出所料的只获得了18分钟，这和施舍也没啥区别。好在有一个残疾人大叔做垫背，3楼脆弱的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可是1楼的残疾人大叔竟然深藏不露。1楼的这段小丑杂技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结束时更是满堂喝彩。最终他竟获得30小时之多，这可把3楼的自尊心冲垮了。原本的难兄难弟，你竟然背信弃义，赶紧离他远点。时间的问题解决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不需要爬楼梯，所以1楼也不拖大家的后腿了。他这时提出自己的房间不能再当厕所，于是乎众人决定不记名投票选出新的厕所，这就要看谁的人缘好了，毕竟谁的房间都不想臭气熏天。3楼觉得票数最多的一定是自己，因为表演才艺环节他的表现最差，可4楼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应该把票投给8楼，因为他每天除了用公款买衣服，就是和6楼研究昆字怎么写，住的大还赚的最多，所以应该把票投给8楼。而他的相好也开始拉票，6楼觉得应该投票给3楼，因为在目前看来3楼除了爬楼梯时有点体力，其他的一无是处。于是有意思的来了，在第2天投票时，3楼竟和8楼得到了同样的3票。1楼大叔由于心软，直接投了空票，也就是最后一票是谁，那谁的房间就会被当成厕所。最终8楼不出意外的票数最多8층。也就是他的房间要被众人当成厕所。除了他的6楼老相好，其他人都比较高兴，因为8楼平时就高高在上，众人早就看不惯他了。可令人意外的是，8楼竟没有显现出一丝不悦，殊不知他正在预谋着更大的阴谋。1楼将自己房间的垃圾都收拾了出来，可这时8楼却不吱声了。此时众人还不知道这个娘们究竟有多好。 회장님 마음은 알지만 우리 다 같은 처지끼리 그러지 말고. 같은 처지라고요? 이래서 사람 잘해주기가 무섭다니까. 빠이. 미쳤나 저게. 到了晚饭时间，所有人都懵逼了，因为原本的食物和水都变成了空盒子。显然这是8楼对他们做出的报复，可能这也是在顶楼的权利，能不能让下层的人吃饱，都在上层的一念之间。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7人就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他们可以花钱去买食物和水，不过却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里东西的价格是外面的100倍。几人都是因为缺钱来到这里的，所以他们都想赚得盆满钵满。这时6楼提出让4楼去求8楼放他们一马，4楼不明白为什么是他去。 나 때문인데. 저 때문이라니요? 네가 8층으로 몰아간 거잖아. 就在这时，8楼拿来了食物和水，5楼以为他良心发现了，还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정말 고마워요. 부장님. 너무 다행이야. 너무 잘 됐어. 原来这都是5楼饿出的幻觉。最终2楼饿得受不了了，他决定去花光所有时间。8楼既然不让他们好，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反正8楼挣的最多，结束游戏最吃亏的就是他。6楼这时拉住了2楼，2楼甩开他刚想走，却被1楼大叔抱住了大腿。 제발요, 이층님. 저 시급 만기 집까지 못 나가요. 面对楚楚可怜的1楼大叔，2楼最终还是心软了，因为1楼大叔口中一直说要挣够10亿韩元，想必他一定是有什么苦衷。3楼这时提出投票作废，并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房间当成厕所，而4楼决定和他一起分担。最终由7楼去找他谈判，8楼让7楼进房间谈，而他此时正在做着高难度的瑜伽动作。8楼曼妙的身材此刻静朗无余，7楼诚心向他做了道歉，并说出了他的来意。8楼表示可以分享食物，但是他们得一起玩国王游戏。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谁抽到国王，就可以随机指定2个号码，让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第1轮是4楼美女抽到了国王，她命令6号和7号进行接吻。5楼大姐和1楼大叔一点没犹豫，这可把愿意看热闹的8楼乐坏了。但是最后时间只增加了1个半小时。 왜 이렇게 짜게 주냐. 재밌는데. 第2轮是8楼抽到了国王，为了多增加众人的时间，他命令2号和3号打一架。6楼和2楼两人早就看对方不顺眼，这回终于有机会打一架了。但是众人万万没想到，2楼看似柔弱的妹子竟有这么强的战斗力。6楼每次站起身都会被2楼打趴在地，两人来回交手了几个回合，6楼一直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时3楼看出了不对，因为在才艺表演时，2楼的手就已经受伤了，现在更是肿得不能动弹。6楼当即抓住机会，他丝毫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对着2楼一顿猛锤。眼看2楼就要被打死，众人连忙将6楼拉开，不过最终也没让他们失望，时间竟涨了50多个小时，差点就追上了8楼69小时记录。 수시가 놀랐나? 时间来到第2天，几人都觉得打架有些太暴力，应该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但是又怕下达的命令会有人不服从。于是乎，4楼拿出了经常用的电击枪，如果想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可以选择被电击一次。国王游戏再次开始，这次又是8楼抽到了国王，他命令4号去摸5号的底细。 옷 속으로 손 넣어서. 아니 진짜 미친 거 아니야? 4号是5楼的大姐， 4번 누구야? 누구? 3楼盯着5楼大姐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벌칙
갔다 가겠습니다. 아니, 괜찮아. 그냥 많이.最终根据游戏规则，3楼选择被电疗一次。 3楼倒下去的那一刻，一股暖流从下面缓缓流出，然后众人当即把他抬进了房间。过了没多久，3楼在众人关心的目光下醒了过来。可当他发现裤子的痕迹后，立马羞愧地躲在了房间角落。第二天，国王游戏继续，这次是4楼美女抽到了国王，不过游戏换成了猜硬币，如果一方猜错后，那就要直接被电疗一次。而游戏结果出来后，本来就受伤的2楼直接被6楼电倒在地。有了经验的5楼大姐直接拿来了拖布和水桶。 아니 지금 이게 어제 보니까 이게 필요하더라고. 接下来的国王游戏中，竟又被幸运的8楼给抽到了。3楼和2楼玩的是互扇耳光，最终不出意外的，3楼回到房间，闻着裤子上的味道，简直是酸爽无比。就在这时，1楼和2楼的2人找了过来，他们说出了游戏的猫腻。因为在猜硬币环节，4楼在手心里可以随意控制正反面，他显然成了8楼的狗腿子。不过2人其实很像，虽然都已经40来岁，可皮肤却看着白嫩细腻，因为经常吃为英丽美素，才保持这么美丽的容颜。与此同时，4楼正在作弊时，聪明的7楼把他抓了个正着。原来每次他和8楼能抽到国王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国王的乒乓球上抹了东西。时间来到第2天，8楼在抽签时察觉出了异样，可也没法说些什么。最终结果是1楼抽中了国王，而这次轮到了8楼猜硬币。1楼这时提出让4楼用手背接硬币，风水轮流转。这回终于轮到不可一世的8楼，不出意外他也被电疗了一次。可意外的是，刚才都是众人的美好幻觉。等7楼准备下手时，6楼突然一脚踢飞了他。 뭐야 너 지금? 워낙에 너무 재미없잖아. 自此以后，8人就分成了2个阵营。为了防止底层人民反抗，6楼将每个房间的电话都打坏，并且公共区的也被锁死，这样他们就不能购买任何物品。底层人民由1楼、2楼、3楼和5楼组成，而顶层8楼和6楼狼狈为奸。4楼为了更好的生活，已经做了他们的狗腿子。令人意外的是，智商担当的7楼也加入到他们阵营。随后他过来宣布了游戏的新规则，那就是由底层的4人负责玩游戏赚时间，顶层的4人负责监督看管。这一决定顿时惹来了2楼的不满，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顶层4人的控制下，他们对底层4人开始各种残忍的暴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游戏也一次比一次残忍，甚至被玩得半死的4人，连吃饭都要靠赚硬币，这就导致几人每天都吃不饱饭。他们也做过绝食反抗，可在饥饿面前，5楼最终叛变，选择了妥协。3楼甚至想用死亡来结束这不公平的游戏。不过这天他突然收到了1楼的纸条，他提出了反抗顶层人民的建议，因为他发现传送槽可以装一个成年男性，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个聚在一起搞偷袭。不过令人意外的是，7楼竟悄悄告诉3楼传送槽有噪音，这让想反抗的3人懵逼了。7楼明明是和对面一伙，为什么要对他们发出提醒呢？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吗？ 네, 맞아요. 이건 분명히 근데 왜 지금까지 우리한테 이렇게 한 건데? 因为实在是忍受不住折磨，3人也不管7楼是不是真心想帮他们。这天他们终于决定要动手了。1楼大叔突然大喊着胃口，声音很快吸引了顶层的4人组。6楼怕发生意外，还把手中的电击枪给了8楼。当他来到1楼房间后，只见1楼大叔躺在地上疼得不能动弹。6楼缓慢走进去查看情况。3人围殴1人，本来是很占优势的，可他们由于长时间挨揍，而且还吃不饱饭，所以即使3人联手也打不过他。3楼想开门逃跑，却被8楼的电击枪拦住了。紧接着，6楼接过了电击枪，准备惩罚他们。可这时7楼突然说话了：“저요. 치라고! 原来7楼偷偷拿出了电击枪的电池。自此以后，底层人民彻底翻身了，而顶层4人的下场可想而知。曾经高高在上的8楼美女，也终于沦为了被欺负的底层人民。1楼大叔直接骑在了他的身上，就是因为8楼的变态游戏，才让他们4人受尽了苦难。可最后1楼大叔还是心软了，他实在是对女人下不去手，最终只能对6楼发泄了几下，而7楼却被他们放了出来。当时就是因为有他的帮助，最后4人才得以脱困。随即他们把剩下的3人抬到了各自的房间。当几人来到第8层的顶楼时，他们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里竟比6星级酒店都豪华，里面的物品也是应有尽有。2楼发现了一个不知名小玩具，而3楼也发现了一个像是剔牙线的东西。 비대야 그거. 1楼大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8楼竟挣了219亿韩元。随后4人终于在桌子上吃了一顿饱饭。他们本想喝点酒庆祝一下，可因为酒的价格太贵，8楼虽然钱多，但也不能乱花。最终他们准备买一个制作酒的工具，看到一个小目标的价格，几人还是和8楼商量了一下。 네 돈 써도 돼? 써도 되는데 이것만 좀 풀어주면 안 될까? 웃기는 건 내 취향이 아니라서. 그건 안 돼. 最后他们根据说明书制作出了精美的2锅头。1楼虽然还没有挣够10亿韩元，但是其他几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他们决定将时间耗尽就离开。剩最后几分钟时，几人互相不舍地做了道别。就在他们回房间准备接受奖励时，意外却发生了。原本的几分钟竟突然变成了45个小时。5人立马集合在大厅，因为时间增加这么多，肯定是有人偷偷做了什么大事。他们立马挨个房间检查，发现4楼竟被拔了一颗牙齿，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做的。而6楼的10个脚趾甲也被人拔光，他也没看见是谁干的。 어차피 나 이렇게 만든 너 니들 중 한 명일 거 아니야? 졸라 재밌어진다 그지? 5人开始互相猜疑，因为凶手必定是他们其中一。2楼刚开始怀疑7楼，因为他是这里最聪明的，也有可能是1楼大叔，因为他最需要钱。不过3楼也不是不可能。有人不想结束游戏，但是也没人承认。最后2楼将所有男人都困在房间里，直到游戏时间结束再放他们出来，这样就不可能有人偷偷增加时间。而他却忽略了5楼大姐，现在只剩下他自己能够随意走动。原本热闹的大厅里只剩下他自己，以至于时间长他又出现了幻觉。他迷迷糊糊找到了6楼，问他4楼和8楼来过这里吗？因为自己看到2人都被放了出来。6楼懵逼的脸上此时写满了懵逼，但最后还是反应了过来。 풀어주겠다고 잠깐 기다리라고 못좀 가지러 간다고. 아, 이 친구 착해. 随后6楼说2楼就是凶手，2人一直都有一些仇怨，所以2楼一定会回来杀了自己。情到深处，6楼还哭了起来。5楼把他紧紧搂在怀中，并让他不用怕。 잠깐만 풀어줘. 안고 싶어. 最终5楼将6楼这个猛兽放了出来。时间此时也已经消耗殆尽，众人都在为获得游戏奖励庆祝，而2楼却在空中飞了过来，还溅了5楼大姐一脸血。 直到2楼被重重摔到地上，5楼这时才清醒了过来。原来刚刚都是自己美好的幻想，因为被6楼的谎言欺骗。此时他和8楼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众人也再次成了他们的蹂躏对象。除了4楼这个忠心的狗腿子，其他几人又被他们绑了起来。为了感谢5楼大姐的仗义相救，6楼还对他特殊照顾，把4人发泄一顿后，6楼最后开始调查拔他指甲的人，可他们却没有人敢承认。这时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准备和几人玩俄罗斯转盘。6楼将枪里上了一发子弹，首先从2楼开始，他作为第一个比较幸运，但6楼却不想轻易放过他，将2楼打个半死后，这回轮到了7楼，不过他就没那么幸运了。轮到1楼大叔时，他拼命跪在地上求饶，可6楼此时就像是一个暴君，他丝毫不把他们当人看。千钧一发之际，3楼的狗焕突然智商上线，他说可以买下当天的监控录像，这样就能真相大白了。于是爱凑热闹的8楼美女火急火燎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需要1亿韩元，但8楼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6楼这时提出要回房间独自观看，他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재밌는 거 같이 봐야지. 8楼美女花了整整1亿韩元调取了之前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出乎2人的预料。平日看起来和善的1楼大叔，竟还有这么狠辣的一面。 这一刻，6楼彻底愤怒了。他扬言，就算结束游戏，也要杀了1楼那个死瘸子。可8楼却不想让他这么干，他不是同情1楼大叔的人命，而是不想结束这个变态游戏。 6楼这回彻底失去了战斗力。8楼拿起地上的手枪，接下来他想玩点更变态的，因为现在整栋大楼都要听取他一个人的命令。他先将所有人都绑在了各自的房间，然后买了他们的监控录像。8楼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对钱没有兴趣，感兴趣的只是这个变态游戏。他回想起这些天的种种经历，发现虽然有血腥有暴力，但身体上的折磨勉强还可以接受。于是8楼从肉体折磨改成了精神折磨。他将4楼和5楼2个女人放出来当帮手，然后买了一个防睡觉神器。他把众人养在鱼缸里，为了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8楼到饭点就会命令给他们喂食，因为一天24小时都不闭眼，以至于3楼都产生了幻觉。8楼看着自己的艺术品，感动的都流出了眼泪。他是一个落魄的画家，虽然已经年过40岁，看着皮肤白嫩细腻，不过他也是拿不出好的作品，这才来参加这个游戏。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灵感，怪不得都说艺术家都是疯子。 그럼요, 언니. 时间来到第2天，8楼买了喜欢的包包和一只泰迪。4楼表面上对他阿谀奉承，实际他早就厌倦了这一切。这天1楼和他说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房间是可以调换的，只不过需要10亿韩元。他刚来时看1楼太小，想换房间，这才知道了这个大秘密。而他一直想挣10亿韩元，就是想换到8楼挣更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4楼当即决定要反抗8楼。他和众人都说了这个消息，为了免受折磨，他们当然也都同意。 最后，他和聪明的7楼商量了计划，因为8楼这几天太兴奋，他晚上一直看着监控都不睡觉，所以动手的机会只有在早上打高尔夫的时候。随即4楼找到了5楼大姐，可他却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条件，要不一切就免谈。时间来到第2天，4楼给8楼拿了好看的衣服，他说球场已经准备到位。随即2人就来到了楼下大厅，趁8楼在打高尔夫时，5楼已经悄悄来到1楼大叔的房间，他要从下往上挨个房间去救人。为了拖延更长的时间，4楼故意把球给弄丢，而5楼在解救完2楼后，他刚准备去其他楼层，这时泰迪发现了5楼的身影，4楼连忙说泰迪可能是饿了，然后继续陪他打球。这时泰迪突然冲了出去，8楼察觉不对也跟了上去。 나 발 따온다. 아, 나 죽어.
危急时刻，5楼带着3楼躲进了6楼的房间。6楼见到两人进来，他不停地想要给8楼发出信号，他们立马上前捂住他的嘴。可这时泰迪已经找过来，而8楼也紧随其后打开了肛门。看到眼前这一幕，他竟然不怒反笑。两人此时害怕的都不敢喘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진짜 괴롭고. 随后，他们将8楼绑了起来。这时，3楼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忍不住哭了起来。众人见此场景，也都跟着一起哭了起来。比起肉体上的折磨，精神折磨更加让人崩溃。这个8楼实在是太可恨。不过你要看了《韩公主》，也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这时5楼该履行他的条件了。他买了手术刀、消毒液等工具。 5楼大姐是一个护士，她戴上医用手套，拿出一把手术刀。为了让6楼有一个更好的手术体验，她竟没有选择用麻药。随着她的咔嚓一刀，她和很多影视解说创作者一样，最后变成了一姐妹。接下来就是换房间的时刻，1楼大叔为这一刻等了很久很久。众人最终也决定先把8楼让给他，而1楼毫不犹豫地花光所有积蓄。不过当传送槽打开的那一刻，里面只出现了一个信封。众人刚开始还以为是8楼的房卡，可打开一看才知道，10亿韩元只够买一个换房间的说明书。 3,400. 原来贫穷的底层人民是永远都别想一跃成为上层人的。没办法，他们只好选择等待时间的结束。可1楼大叔却不甘心，他用枪威胁着众人游戏继续。随后，1楼大叔将众人都绑了起来，然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小丑表演。作为社会最底层人员，他真的是穷怕了。而这里是最赚钱的地方。 1楼大叔不想再让有钱人看不起，所以他要一步步往上爬，一直爬到最高。他要做韩国的赵高。为了换取更多的时间，他竟然在没有安全绳的情况下，开始了高空走钢丝表演。由于1楼大叔的致命失误，时间竟飞速的涨了100个小时。言外之意就是2个字：穷人赚钱只能搏命。走到绳索中间后，1楼大叔用力一蹬。第一次他蹦了3层楼那么高，第2次用力一蹬，他跳了6层楼那么高。在第3次尝试后，他已经突破了限制，融入了蓝天白云之中。此刻更像是穷人幻想着阶级的跨越。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跳得越高，往往摔得越重。 胶片掉在地上，迅速燃烧了起来，而1楼大叔也紧跟着掉了下来，他直接掉入了熊熊烈火之中。3楼第一个挣脱了绳子，他立马将1楼大叔抬了出来。这时众人也都被解救出来，3楼立马去打电话想结束游戏，其他几人也都忙着救助1楼。可3楼的求助不但没有用，反而增长到了1000多个小时。这时所有人都愤怒了，要是再这样耗下去，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出去了。躲在监控后的有钱人看着穷人们生不如死，这才是他们最大的乐趣。看着头顶上的摄像头，3楼狗焕突然智商上线，他立马向摄像头打了过去。既然背后的人想看他们表演，那没有了监控不就什么也看不到？随着最后一个摄像头被打坏，大门被缓缓打开，可1楼此时也不行了。最后，3楼从大门慢慢走了出去，可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而面前放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奖金已经汇到你的银行账户。至此，影片结束。